我是广东省政协常委。我为什么要进政协委员？我不进政协委员，我在中国我早被碾死了。各个人传说我是什么刘华清的侄女，什么什么人的情妇。说这话我都不爱听。省政协委员打记者，打记者这个是个大事，是我人生转折的大事。我先小心你的官，我腾就走了。如果我继续在那里待着，我可能被抓起来。你不要听信这谣言。你看行长说刘小姐，你喝10杯白酒，我就给你1000万。你说他们这些领导是变态不变态吗？所以说我反对共产党这么坏，这个投资环境越来越差。这都是谁干的？这绝不是习近平什么中央干的，这都是下边为了制造恐惧。中国问题连习主席都没办法解决，我还在这干。不，温哥华一个老外说我是共产党的白手套。世界的经济危机会带动中国的经济危机。那些富人们能跑的都跑了。我最讨厌那个恒大老板，一天什么皮带哥什么的，左边一个范冰冰，右边一个什么什么美女。我买了一张保险，3300万美金。我们炒股票，我前段时间输了10几个亿，4个多亿现金的，随便去取银行。香港是自由的。我有劳斯莱斯，我有兰博基尼，我还有奔驰。王大老板，吉林首富吧，应该是。不看我这个频道，见不到这么多的首富。我就可以竞选市长、省长、总理。现在要是能把中国整来1个亿，我全能给他找到工作。我到现在也不敢找老公，能不能你玩你的，我玩我的？能不能不离婚？我没有爱人，喝了酒乱七八糟的。我接受他打过我2次，一共3次。其实我骨头里头很恐惧男人。一个我恨了几10年的父亲，他摧残了我的妈妈。最后一次送他去医院，医生说马上送来吧，应该是不行了。他说让我再看一看这个家，看看孩子们。从深圳送到广州就治病，再也没有回来。今天我们要去见一个人，现在我们是在他的温西豪宅。这个人可是厉害了，他是这个加拿大温哥华的华人首富啊，他自己名下就光好几亿的商场就有好几个，好几亿加币的商场啊。他现在咱们在他这个温西豪宅的这个边上，这边呢是加拿大温哥华最著名的大学 UBC 啊，这边就是大海了啊。这不是 millionaire 在这里可以住得起的，必须得 billionaire。我觉得反正成功不能靠钱来定义，但是在他身上呢，他有这么多的财富，一定有他的过人之处。我觉得我们怀着谦卑的心情，跟他去学一学，好不好 ？Let's go。你好，刘老板。哎呀，在电视里看你，你比电视里年轻好多呀。你比电视里年轻更多。谢谢。来看，谢谢。今天特意准备了饭给你们啊。谢谢你邀请我们来。哇，太准时了啊，太好了，你的家太漂亮了。哎呀，这个很一般在温哥华来说，这个地方是最好的。地方是最好的。对，房子来说，不是温哥华最好的啊。喝咖啡还是喝茶呢？随意，你喝什么？随意你喝什么我们就喝什么。我是先喝，一边吃饭一边喝咖啡，完了再喝一点茶。好，我们只有1个小时时间啊。好，今天我们公司有个会议，
OK，规划会议都是提前1个多月定的。好，他们外国人工作，我们有中国人、外国人，他们工作都是很早就安排好了，安排好，我们就跟拍你，你什么样真实，我们就跟拍什么，谢谢好不好？谢谢。好。东南喝咖啡，谢谢，这是我亲手做的啊！你一定等我有时间了，再过3、5年我就退休了，我帮你现磨，好，放着音乐，放着我喜欢的古筝，我也会弹一点，我现磨一款咖啡给你送上，我是咖啡的爱好者。哦，小兰，还有粥啊！哇，今天的太丰富了，早晨1碗燕窝，海参粥。哇，这个弟弟的爱人是我们家的功臣，他生了3个孩子，2个男孩1个女孩，我很爱他。啊，我这古秀兰呢，20岁那个就嫁到我们家来了，特别能吃苦，这天生就是我们家人啊。哎呀，我很爱他。OK， 咱们先吃个饭吧。我的生意就是在书里头，赚到钱的啊。哦，是吗？对呀，读了这本书就能成为100亿富翁了，是不是？啊，那也不是。一定要给我推荐一下这本书。我喜欢经济波动、经济危机的一些书啊。我没有没有把生意做大的时候啊，我就最喜欢读中国的那个诈骗之类的书，激荡30年呐，这些书呢，在这里都出黄金的。上了高中1年我就辍学了，主要是因为家里太穷，太需要我去挣钱，所以说读书呢，我一边做生意一边从来没放弃读书。以前做个体的时候，哈尔滨、广州一天坐3天3、2夜的火车，我在车上，我就跟读书的人聊天，也自己喜欢看各类的书。所以说呢，我能在中国呢没被诸多骗子骗过，主要原因我是读过很多骗术的书。我认为一个做企业的、做生意的人被骗子骗了，就2点：一，他智慧不够；二，他有贪心。我不仅仅读这些说经济危机啊、货币战争啊，我还读一些政治上的书，反党的书我也读，反党的书还读呢？征明啊、钱少啊，那个时候我是作为红的那几年，作为政协委员，和政协常委，我冒着这个被处分的，我都带好几本，我读完了，我赠送给朋友，朋友说。你送这些书比路易13我都喜欢。路易13我很多，送这些书给我的没有。所以东南不同的声音我们都应该听，都应该看，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我们要问自己，要看现象。经济危机，我在18年、17年我就喊的口号，朋友说很不好做。我说你错了，未来10年，18年是最好的1年，17年也这样说，18年也这样说，19年还这样说，20年我就不说了。我能说什么呀？疫情来了，限制了我们的走动，限制我们坐飞机。在哪里？我年年回去，因为我担心我的亲人，担心我朋友。我一隔离就是14天，在广州。每次的飞机好彩，那飞机最贵一张机票，头等舱是20万，温哥华飞广州。这头等舱，经济舱也卖10万，从来没坐过头等舱，不舍得坐呀。但是我疫情我算了，我还是坐一次吧。我记得头等舱就我一个人。您都不舍得坐头等舱？说一句不好听的话5个小时以下的我从不买头等舱、经济舱，因为他们个个都看不起我。我们同类的企业家深圳，因为我没有飞机因为我确实没有钱。那个时候，他们都买飞机的时候，我没有钱
怎么样？他们坐飞机的人现在大多数都破产了。现在我们的中国的经济就是硬着陆。那个抖音那些专家们，我最气愤的就是这些专家，愣说中国如何如何好，房地产要升，消费者又要火爆了，怎么的，又要5·1那个又要狂欢了，又要刺激消费了，怎么，这些他们都不用脑吗？他们真的没有知识吗？他们是在符合政府要求他们讲的话，他没有讲真实的东西。所有的事情都停摆了，20、21、22，怎么能23就变成火爆了呢？谁敢火爆啊？那些富人们能跑的都跑了，不回来了，能躲的都躲了，还谁消费呀？富人占多少啊？中国就是一个塔尖，所有的人都在最底层，中层这2年消灭了2个亿还是1个亿啊？我希望1个亿啊，别消灭2个亿了。好彩那2、3个亿的中产阶级，这疫情都打到负资产了。塔尖上有多少个呀？他们深圳那些人给我这酒桌上啊，他们传到我耳朵，说我是10万分之一。那像我这种白手起家的，谁也没靠的，有多少个呢？大多数民营企业家都该去的医院、监狱、精神病院，有一小部分在国外，能带出钱来，带出亲人来的，我算他几万个吧，2、3万个吧，剩下都是中产阶级。中产阶级是很强大的，他们出来的人很多，因为他们有知识。你像我那些大老板，比如说最近深圳破产的同心会的会长、全国政协委员陈洪天破产了，伦敦、香港、深圳都在卖他的东西。他是多么要强，他住在我家银湖老房子的斜对面。他是多么要强呢？就是他说我刘伟红，你最寒酸了，你钱都藏在哪里啊？你为什么不买飞机啊？他现在破产了，飞机如果是2个亿买的飞机，我估计5000万也没人买了。现在就这么惨，就是因为我读了经济危机，读懂了什么叫债务危机、经济危机、政治危机。古人说话说得好，当政治黑暗的时候，有钱人其实也是可耻的。当一个国家、一个时代不太平的时候，有智者应该隐藏起来。可是我做不到啊，我是东北人呐，我来到，我不能在国家也不能造反啊，也不能做什么。那好，我来这里，我争取加拿大的华人的地位。我看到温哥华市长选上了，是我们华人，管他是台湾人还是中国人，都是黄皮肤人，我感觉到无比骄傲。那他们说你现在是温哥华的什么女首富啊，什么，这个，我觉得这个太不跟了。谁是首富，谁是富啊？盖棺定论，人死了盖棺定论。我觉得一个人来到这个社会，首先要守法规矩。我的良心有一个账，什么东西我能做，什么东西我不能做，我有一个尺度。我是守善至死。我这么多年30、40年的工作，我没有跟员工红过一次脸。他们说老板，人家都发50万、100万，你是不是得给我60万呢？我觉得这个人10万、20万都不值，我给他20万了，他还不满意，那我再给他10万。那不行，我再给他10万。我从来他们没起诉过，也没有劳动纠纷。我觉得一个企业家如果能做到干干净净的走出国，我
他们说，哎呀，刘伟红逃跑了，啊，可是他一查我，税务不欠，银行贷款1分钱不欠，任何一个经济纠纷没有。我在香港划钱回哈尔滨，没到期的贷款我都还。所以作为企业家，你给社会要贡献。我最讨厌那个恒大老板，一天什么皮带哥什么的，左边一个范冰冰，右边一个什么什么美女，一整他妈什么，我有本事。我有一次见到他在北京饭局碰到，他说什么？我一个电话马上能来3个宾，我当时恨得要死。你就是钱砸的，怎么样？他现在前段时间还演跳楼这个游戏，哎，企业家无论你在中国还在外国，你都要做到榜样。我让全世界的人能看到中国的女老板，中国的老板 number one。我能做到的啊，比如我2000年收购了哪奈姆的 Woodgo 商场，我就拿了一个中国的 LED 的一个娱乐的小孩玩的，那些小孩子们免费在上踩，就 LED， 他踩个鱼，那鱼就动；他踩一朵花就散开，就是哪来先进的科学。外国人在 YouTube、Facebook 上说我，他买了Woodgo商场，说给我们孩子们建一个儿童乐园，那里家长和儿童会玩几个小时，完在商场再吃点饭，就快乐的一天。他说话算话，他做到了。我看见他们这样表扬我，我做什么亿万什么富翁啊，什么第一第二，这有意思吗？我生活的快乐，这个社会邻居爱我，啊，商场的人说这个商场越来越好，这个女的真有本事，这个伟红真有本事啊！我08年我就感受到，啊，这个危机，经济危机，我就买了一批东西，在危机的时候我买了一批便宜的东西，我都翻了3、4倍，在深圳，我经营了7、8年、10年，我陆续都卖了。我的财富呢，都是通过经济危机没人要的时候，我去买。李嘉诚说得好，人气我取，啊，他每次在最高峰的时候，他就抛很多东西。所以说，我觉得我一直读他的自传啊什么的，他的艰苦创业啊，什么痛苦的那个童年呐、家境啊，我都能理解，因为我跟他基本是一样的，但是我就没有人家做那么大啊。他是我的偶像。如果一个人不读书的话，哈，他永远不知道未来。了解过去，就知道当下的事情怎么处理。啊，要想占到未来的先机，必须要读过去的经历。往往这个经济、政治啊，都是和过去的一模一样。你来扫一扫花园怎么样啊？行，你给我们介绍介绍好不好？啊，介绍你的家。哎呀，那个这个呢，就是有些我的闺蜜和客人来呢，就启动这个饭。这个房子挺大的，哎呦，要是没你看你们来了都想不着人，要是来了20、30人刚好，带你去看一下游泳池，走，音响，走，太好了。它有个电梯，咱就别坐了。啊，还有电梯呢？有个电梯在那儿。哦。啊，就老年人坐，它很慢。老年人坐。啊，这是音乐的啊，看电影的啊，好啊，这是藏红酒的是吧？哎呀，我们家生活很简单，其实不复杂的。这是第2个小酒柜。啊。这是游泳池。啊，1000平1万尺，建筑面积1万尺，建筑面积占地好像有将近2万吧。哇，占地！我的天！你看，我的小女孩最喜欢这个了。哦。她游水游得很漂亮啊，她还放着音乐，循环音乐，咱都不会用。这电梯很慢，我们爬上去吧，它很慢，它是给老年人设计的。行。哎，我给你介绍一下啊。好。这个椅子是英国女王的椅子。哦，
英国女王的椅子，哇！是仿造的啊。哦，我坐上去还有点激动，好像我没这样坐过王小兰没有哈。这个椅子是象征着权力，象征着富贵。你这个坐的时候，旁边应该有2个人。来，兰姐，咱俩站在旁边，就假装是你的佣人，这样你才配置坐在这里。你知道吗？我的天哪，不是，是不是更有感觉了，刘老板？现在不是。这个椅子我们从来没这样做过，是我古秀兰，咱俩从来没这样做过，就是个装饰，是吧？因为我们非常尊重女王，女王的权利我们也不可及，但是呢，我是我们家的王，我是我们公司的王，这个王其实不好当，都难，付出的比别人多，吃的比别人少，起的比别人早，比兔子还跑得快，真的。对于我来说，因为人家女王是继承了王位，我是要自己干一方事业，我哪有王位呀？所以说我能让人尊重，能有地位，必须得做得好，做出来的东西社会需要，员工需要你，你才能在他们心中是个王，他们才爱戴你。我要的是这种感觉。前几天我的女朋友跟我在一起，从深圳跑过来，邱大姐她是个法官来看女儿，她问我：“你别干了，你这么多钱你3辈子也花不完，如果正常的，你为什么还这么拼命啊？”前几天干活有点猛，我说：“我现在连个爱人都没有，我想爬个托也没地方爬，所以我还是干工作吧。我干了工作，我有精气神儿啊，我觉得自己公司需要我。”我的员工爱我，社会也需要我，为什么呢？整个北美的购物中心严重的夕阳产业，他们都是一样的，就跟工厂生产出来的东西。各购物中心可不是这样的，它要服务于社区，服务于城市。一个好的购物中心，不但是来买东西，是文化展示体验，吃喝玩乐。现在要是能把中国整来1个亿，我全能给他找到工作。因为我们中国的人勤劳有智慧，他能把夕阳产业能给他升级改造。我们中国人，你给他5000块钱加币，他根本不给你考虑加班的问题了，就买2万多块钱的工资人民币，保证你最好再给他租个宿舍，免费的，他保证安安心心给你工作。这里的外国人，他的文化习惯完全不一样。你要想让他加班 ，no， 多少钱 ？no， 跟钱没关系，跟文化价值观有关系。他们的家庭非常的重。我跟你讲个事吧，有一天来了15个列治文的朋友。突然来我们家，因为我们家大嘛，他也来过以前参观，完了说也可以把你们市长叫来，我们跟他谈谈怎么投资啊，怎么改造那个前面有个小超市要倒闭了，购物中心。市长说 ，sorry， 我在约好了我的老婆中午在家剪草修院子。我说来了重要的，从中国飞过3、4个大老板，完了列治文那个老板们陪着，都是老板，包括我也是老板。我说你招商引资啊，咱们那个库马斯不是要建设吗？整天让我卖那个卖这个，我哪能认识多少人？现在来了，你来招商引资。他说 no， 我看看我日程能不能约10天以后。哎，他们这领导干部哪有我们的领导干部好啊？中国的领导干部。他们谈我不知道啊，因为我也没送过钱。但是他们一说招商引资，半夜2点钟得从被窝里起来，别说来10个，来2个也来，真是完全不同。拜拜，一会儿见，挖森见啊，慢点开哈。
我为什么要进政协委员？因为我在深圳开酒楼还是开房地产，有人欺负我。当时我发现这没有权利是不行，个个人传说我是什么刘华清的侄女，什么什么人的情妇，省政协委员打记者。如果我继续在那里待着，我可能被抓起来。世界的经济危机会带动中国的经济危机，我就可以竞选市长、省长、总理。现在我们中国的食品、环境、水都不行，严重的时候我死过2、3回，没有人摁着我给我送医院，我就跳楼了。能不能你玩你的，我玩我的？能不能不离婚？我没有爱人，喝了酒乱七八糟的，我接受。他打过我2次，一共3次。其实我骨头里头很恐惧男人的。